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预告4小时3000万，肖战10日中烟高志峰 P 造型曝光，与平时形象反差很大。昨天，2026年4月10号，一个短短31秒的视频，像扔进池塘的炸弹，4个小时，就4个小时啊，播放量直接飙到了3000万。我刷微博的时候，热搜前5条，3条都跟这事儿有关，朋友圈也全是截图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国际大事呢。结果点开一看，嚯，是肖战，是他新剧《10日中烟》的一个前导预告，就31秒，镜头对着他眼睛拍，他左看右看，眼神那叫一个警觉。最后定格在墙上一只羊的图腾上，然后黑屏，传来一句：“我是旗下，我要开始说谎了。”我的天，就这一句话，配上那气氛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关键是这数据太吓人了，4小时3000万，这什么概念？顶流中的战斗机啊，这是。说到这个剧，投资也是吓死人。我听圈里朋友说，开机资金就砸了2个亿人民币啊，不是日元，也不是欢乐豆。而且这钱有将近40%，差不多8000万吧，是专门拿来搞特效的。为啥这么烧钱？因为《10日中烟》是个无限流小说改的，里面有什么中烟之的12生肖游戏，场景都特别诡谲奇幻，不用特效根本没法看。剧组直接请了给《流浪地球》做特效的 More VFX 团队，还在青岛东方影都搭了个8000平米的虚拟影棚，听说要用动态捕捉和虚拟引擎1:1还原书里那些吓人又宏大的场景。这架势摆明了就是要告别5毛特效，往电影质感上靠。钱是花到位了，就是不知道最后屏幕上看起来值不值这8000万。演员阵容也挺有意思的，被网友戏称中烟 F3。肖战演男主旗下一个高智商的心理学硕士，但身份是个职业骗子。魏大勋这次不演暖男了，挑战反派，演个表面温文尔雅，内里癫狂狠戾的天堂口首领楚天秋。胡先煦呢，演个带京腔，有点痞帅的辅助陈俊南。这3个人凑一块儿，光看人设就觉得化学反应会很强。而且他们签的是3季连拍，一共72集，拍摄周期大概100天。这模式现在挺少见的，好处是演员状态连贯，不容易出戏，也避免了续集换人或者烂尾的风险。就是演员的在剧组扎扎实实待上好一阵子了。我的重点说说肖战这个造型。昨天剧照一出来，我朋友圈好多不追星的朋友都在转。照片里他穿着黑色大衣，坐在一面大镜子前下棋。关键不是一面镜子，是10面，10面镜子围着他，每面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他动作都不一样，有的在下棋，有的站着，那种悬疑、破碎，甚至有点人格分裂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而且剧组发剧照的时间卡在中午12点31分，据说这是角色旗下的生日，12月31号。这种小细节，书粉看了肯定狂喜。肖战这次是顺毛黑发，有个狼尾小揪揪，眼神清冷，皮肤苍白，整个人有种疏离又脆弱的美感，网友都说帅出了新高度。还有人直接封他是天选旗下，从以前那种温柔正气的形象，变成现在这种高质疯批感，反差确实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角色最开始好像不是找的肖战，网上转过一阵子，说原定男主是白敬亭，因为他演过好几次时间循环题材的剧，像开端什么的。但据说白敬亭自己觉得演太多了，很难再突破，所以没接。然后剧组就需要找一个既有顶级流量，又能驾驭这种复杂角色，而且没演过同类题材的演员来扛票房和热度。
挑来挑去，最后找到了肖战。剧本也是磨了2年，可能也是这点打动了肖战吧。一个没尝试过的类型，一个打磨了很久的本子，对演员来说吸引力确实大，但压力也大啊，书粉基数庞大，眼睛都盯着呢。我好奇去腾讯视频搜了一下，好家伙，这剧还没拍呢，光是放了个预告和剧照，平台上的预约量已经冲到14.1万了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等路透、花絮慢慢放出来，热度肯定还会涨。现在大家追剧，早就不是光看明星脸了，制作、剧本、特效，缺一不可。十日中烟现在看起来是把顶流加顶级 IP 加顶级制作这3张牌都握在手里了。导演是拍过《一人之下》的许宏宇，擅长搞悬疑奇幻。编剧团队里还有原著作者杀虫队队员亲自参与，说是要坚守无感情线，纯群像智斗的核心。这年头敢明确说不要感情线的剧，胆子是真肥。但你说把所有宝都压在特效和智斗上，观众真的买账吗？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，很多人看剧就图个轻松下饭，或者磕 CP 甜一下。一个没有明确感情线，全程烧脑不易，场景可能还有点暗黑恐怖的剧，它的受众到底有多广？会不会最后变成书粉和演员粉丝的圈内狂欢？2个亿的投资，3季连拍，这要是播出来效果不及预期，背后的制作公司柠檬影视和腾讯视频压力可就山大了。毕竟市场有时候挺难捉摸的，你觉得配置拉满必属精品，观众可能偏偏不买单。还有啊，肖战这次挑战旗下，跟他以前的角色差别太大了。旗下是个在中胭脂的轮回了70年，背负沉重记忆和创伤，极度理性又偶尔流露脆弱的复杂人物。演好了，那就是演技上的巨大突破，能狠狠甩掉一些流量的标签。但要是演的稍微有点偏差，或者观众不认可这种疯批设定，也很容易引来争议。他这次的眼神戏、微表情肯定会被放在显微镜下看。我其实挺佩服他这种不断跳出舒适区的勇气的，从古偶到现实题材，现在又杀进无限流悬疑，每一步都在尝试新东西。对了，昨天开机的时候还有个巧合，肖战抵达青岛那天，天上出现了血月加平流雾的奇观，跟原著小说开篇的诡异氛围神契合。好多网友都说这是天选剧组，连老天爷都在帮忙造势。这种玄学话题最容易在社交平台传播了，无形中又给剧加了一把火。现在拍剧真是从开机那一刻起，营销战就打响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夸的再天花乱坠，也得等成片出来才知道好不好。国产剧这几年在悬疑赛道发力挺猛的，但真正称得上无限流标杆的，好像还没有。十日中烟原著小说在番茄上是 9.9 分的神作，粉丝基础极其庞大，这也意味着改编的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。书粉是最苛刻的观众群体之一，他们心里有一个完美的旗下和中胭脂的影视化，只要有一处不符合想象，就可能迎来口碑反噬。剧组请原著作者参与，大概就是想最大限度减少这种风险吧。